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波波，好久不见啊！今天我想要通过一个简短的绘画过程来向大家展现我是如何用 Procreate 快速绘制人像的。至于画的是谁，估计你们都认识吧，那就是来自 Blackpink 的 Lisa 啦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用铅笔工具打一下底稿。我知道很多同学都会纠结到底使用什么笔刷，但是说实话，笔刷之间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，花钱去买各种各样的笔刷更是不值得的。所以我个人呢，其实比较喜欢用 Procreate 自己的笔刷，常用的其实也就那么2-3个，所以不用纠结，重要的还是形态的描绘和色彩的运用。接着我们直接开始大面积的画出基本颜色。很多人也问过我在上色之前到底要不要画线稿，其实这也是风格的问题了，并没有说哪一种画风更加高级。之前呢，我也有做过一期用 Clip Studio Paint 绘制线稿风格的插画的解说，感兴趣的同学也看一看这些视频哦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直接上色的方法，这样也可以省去大量整理线稿和图层的时间。不过在这一步我们要注意颜色的准确运用，一定要在一开始就在脑海里构思好你想要的大致色调。比如这张画我就想用橙色和紫色色调来表达，那么画面的亮部我就尽量往橙暖色去靠，而暗部则大量的运用了紫色。通过这种互补的颜色对比，那么画面色彩也会更加的和谐。上色的步骤上，我基本上只用了2个笔刷，大面积涂色和细节刻画的部分，我基本上都是使用自带的圆笔刷。在绘制皮肤这种过渡需要非常自然的区域，我用的也是自带的喷漆笔刷。在需要过渡的地方，大家也可以用指尖工具稍微涂抹一下。不得不说，在这些方面 Procreate 用起来真的很方便。好啦，大致的颜色和明暗关系表达完，我们就要开始刻画细节了。在这一步，大家要切记不要陷入刻画局部之中哦，这样有可能会导致画了半天，结果画面还不如之前和谐，甚至看起来还有点说不出来的腻。那么我们具体要刻画些什么呢？那就是明暗交界线。不管是五官、头发，还有脸部的阴影以及过渡，一旦它们的明暗交界线被刻画的丰富而有层次，画面就会瞬间变得很立体，也很有细节。那么相反，如果这些交界线被刻画的过于单一和死板，或者太模棱两可了，画面就会变得很生硬，或者是有一点点的油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通过这种办法，很多不必要的刻画都可以被省略。比如画头发的时候，大家只要把明暗交界线的部分表达丰富就好了，千万不要去一根一根的去挑发丝啊，不然不单单你的效果看起来不自然，还会浪费好多精力。我们在这只需要把头发分成几组，去表达它们各自的体积以及相互的叠加关系就好了。那么具体怎么画人物的细节以及头发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也欢迎在留言区提问哦。有机会我也可以单独做一些相关的教学视频来进行讲解。好啦，细节刻画完啦，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给画面绘制高光了。这里因为画面已经运用了很多的暖色了，所以高光的部分我们就用冷一点的颜色来加强对比。高光就切记不能贪多，画之前一定要想好画面的光源是从哪里来的，以及画面最亮的点到底是在哪里。有的时候呢，高光越小，反而越是能够体现你画面中的立体感。
最后我们也用冷色在画面的暗部画上反光，比如头发最暗的部分、鼻子的底部、脸部和下巴的边界，以及脖子上阴影的部分。这样一来，暗部会变得更加透气，整个画面的空间层次也会更加丰富。好啦，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谢谢你们的观看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和绘画中的心得体会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喜欢我的作品的话，也别忘记点赞和订阅我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那么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